盘点最邪恶的5只宝可梦。1. 花岩怪。花岩怪是第4世代的宝可梦，由108个魂魄聚集而成，因为有邪恶灵魂混杂其中，所以总是作恶多端，最后他被束缚在仙石上，防止再度作恶。在 DP55 集中，小智他们误打误撞破坏了500年前由波岛勇者封印的花岩怪，结果这一集里几乎没人能够治他。小智和皮卡丘花费9牛2虎之力，这才将它重新封印。有意思的是，当年封印花岩怪的波岛勇者也是用的皮卡丘，简直是梦幻联动啊！2. 邪恶波克比。据说波克比是好运的象征，若是能让睡着的波克比站着，那么就能获得幸福。然而有一只波克比是个例外，因为它真的很邪恶。在 DP 第140集，有一只雌性波克比闯进火箭队的基地，本来这还没有什么，但这只波克比靠着天真无邪的外表，将主角团耍得团团转。被识破真面目后，波克比靠着迷人将所有雄性宝可梦全都控制住，利用它们开启了火箭基地，导致所有人都被送去了外太空，甚至还见到了裂空座。危急时刻，小福蛋挺身而出，分散了波克比的注意力，这也让小次郎抓到机会送大家平安返回地面。别问小次郎为什么会开火箭，用4个字概括，那就是毫无人性。虽然基地没了，但只要能摆脱这个恶魔，那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3. 灯火幽灵。灯火幽灵是第5世代的宝可梦，它靠吸取人类灵魂而生，被它火焰包围的灵魂都会变成行尸走肉，因此它又被称作宝可梦里的死神使者。在 BW 第26集，小智他们来到一处洋房避雨，结果却碰到了能够吸取生命力的烛火灵和灯火幽灵。然而灯火幽灵一家并不满足于吸取生命力，还要将主角团带往传说中的灵界。好在火箭队和小智等人联手合作，逃出了这间洋房，没有让灯火幽灵他们的计划得逞。4. 乌贼王。乌贼王是第6世代的宝可梦，只要盯着他的眼睛，那么目标就会马上陷入催眠状态，并且受到他的控制。在第19集中，乌贼王就控制了君莎小姐和一大批宝可梦，计划着统治世界，并且他还不忘对火箭队抛出橄榄枝，希望火箭队能为他效劳。然而对板木老大无比忠心的火箭队还是义正言辞拒绝了乌贼王，于是乌贼王只能带着伙伴离开，继续计划着统治世界的阴谋。5. 恶石大王。恶石大王是第7世代的究极兽，也是异兽里最残暴的一只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他就是个大胃王，而且还是不挑食的大胃王，只要是东西就没有他不吃的。在动画里，小智穿越到平行世界的未来后，就曾见到恶石大王将美乐美乐岛啃成了美乐美乐岛，而整座岛屿就只剩下迪亚和杰拉奥拉，哪怕是岛神卡普明明都放弃了这里。小智得知岛上的变故后，选择和迪亚联手，准备将恶石大王赶走。就在差点前功尽弃的时候，那只离开的卡普明明突然出现，为小智他们贡献了最后一份力量，终于将毁坏美乐美乐岛的罪魁祸首赶走了。等到马纳罗大会结束，恶石大王又带着兄弟入侵阿罗拉。虽然熊神能够和恶石大王不相上下，但为了保护藤偶熊，只能被迫挨打。最后火箭队放弃了浑水摸鱼的打算，选择带他们离开。而小智等人也和恶石大王僵持不下，直到四恶真龙赶到，这才扭转了战局。所以其他邪恶的宝可梦比起恶石大王来说，还是有点不够看啊。